您知道冬季最好的滋补食材是什么吗？那就是鲫鱼。冬季的鲫鱼肉厚味美，是食用的最佳时节。本期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孙大厨教您做不同风味的鲫鱼菜肴，用鸡汤和木瓜一起炖制鲫鱼汤，口感醇厚，口味鲜美，营养特别丰富。但是想要鱼汤鲜美，绝对是有秘诀的。您知道如何处理鲫鱼可以去除土腥味吗？您知道这澄白醇厚的鱼汤是怎么炖出来的吗？鲫鱼全身都是宝，特别是鱼鳞的营养也不可小觑。孙大厨还带来了新派果醋烹鲫鱼，鲫鱼香酥可口，就连鱼鳞鱼刺都可以一起吃下，绝对不浪费一点营养。如此美味的鲫鱼菜肴，您一定不能错过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。走进健康新时代，快乐生活吃出来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。今天大嘴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样生活中的美味就是鲫鱼。那今天呢，把这个鲫鱼作为主角，给大家请来的呢是一位大师，有请孙大厨。你好，孙大厨呢，今天将用他的这个非常好的烹饪技巧来教大家做2道关于鲫鱼的美食。不过说到鲫鱼，可能很多朋友对它了解呢并不是特别多。那么究竟鲫鱼里面有多少营养呢？今天这些话题就由我们的养生专家、主治医师、医学硕士王静老师来给大家解读。有请王静老师。大家好。知道今天2位高人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鲫鱼呢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2道菜品也给您准备好了。先说这名字，第一道菜品什么名字？第一道菜就是给大家做的是一个鸡汤木瓜炖鲫鱼。炖鲫鱼汤看似简单，但这学问可真是不少。既然是用鸡汤来炖，那么您知道炖制鲜美鸡汤的秘诀吗？看这澄白的鱼汤，里面可是绝对没有加牛奶哟。那么您知道如何才能使鱼汤像牛奶一样浓白香醇吗？赶快看看大厨是怎么操作的吧。这个煲鸡汤吧，它分几个步骤。第一个吧，就是这个活鸡冻吃。活鸡冻吃。对，我们就是说把活鸡摘杀以后啊，先冷冻，这个把它再冷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活鸡吧，它本来所有的动物啊，如果说你不就跟那个猪肉、牛肉排酸一样，如果说你不排酸，就是说直接把它来煲汤的话吧，它里面本身的就是湿了以后的这个时间的毒素。哎呦，毒素会多就是说人吃的是不健康的。它和那个排酸肉的道理应该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一些活物在动物在宰杀之后呢，会瞬间产生大量的毒素。再一个，因为它这个活肉在宰杀之后呢，它会细菌大量的繁殖，所以我们先要冷冻3到4个小时。一方面呢，可以把这个细菌给杀死；另一方面呢，它这个肉质呢，经过一个僵直期、腐败期，再到一个成熟期，这样它的肉质做出来会特别的鲜美。第二步吧，那么要注意的一点，在煲鸡汤之前吧，一定要飞一下水，里边这个也是一些血水啦，一些异味啦，就可以把它去掉。但是吧，这个煲鸡汤这个鸡吧，这个温度吧，一定是2下。凉水下锅。凉水下锅。哎呦，这个凉水下锅就是说，这个过程等于是随着水温的升高，它这里面这个血水也慢慢的被排出来。那这边哈，这个鸡放里面。那我想说，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做鸡汤真有很多讲究，比如说火候的掌握。那如果说咱沸完水之后再放这里面煲，一般火候控制在什么程度呢？大火是10分钟，然后把再转变小火微火。大火10分钟，开锅之后再微火，然后炖多长时间？炖一般就是做个20多分钟。对20多分钟。放盐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放盐吧，这个是一个学问。放盐的时候吧，就是特别煲鸡汤放盐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得太早，不要放太早。放太早了吧，会对这个鸡肉本身这个口感有所影响。哎呦，而且不容易熟，这一个吧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。我之前还想，这个之前煲鸡汤放点盐，可能还能让这个鸡肉呢入这个本味，入入它里面这肉里面。没想到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。哎呦，听到没有？这个您得记住了。如果你最后放的还不能太最后放的，然后就是说快鸡汤熬好了10分钟的时间吧就可以放。如果你要放到晚了以后吧，或者是说你这个鸡汤把盐放里面搅拌的话，它有生盐味。有生盐味。所以不能搅拌，放了盐以后不能搅拌。就是说你把盐差不多等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，然后呢再煲上10分钟才正式出锅。对，那好，它里边的滋味就鸡的味道也有了嘛。
那你看哈，这个一个鸡汤居然这么多学问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和鸡一起来搭配的是鲫鱼，鲫鱼跟木瓜。木瓜，这个咱接下来是不是把这边先焯着水，咱这边处理一下鲫鱼？处理一下鲫鱼。好，把这鲫鱼处理一下。你看这鲫鱼哈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鲫鱼在家里吃法呢有很多很多。然后平时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这个鲫鱼这种淡水鱼呢，它有这个草腥味。对，草腥味这个土腥味啊，会影响我们大家对鲫鱼的这种认识。那一般的话，怎么去除这个草腥味呢？这个地方吧，把肚子开一下，因为它里边吧，这个鱼的里边吧有一个黑鱼啊，黑膜，一个黑色膜，黑膜啊，这黑膜吧，这个鱼吧，就是说这个里边的腥气味，特别的重，都是从这黑膜上出来的。对。哎呦，那咱这个得给它刮下来。对，把它刮下来。这个鱼不要太碎了，太碎了以后吧，包起汤来吧，不容易太碎了。哎呦，太碎了之后呢，可能包到之后就不成个数了。完整性。找一个什么？找一个相对来讲肥厚一点的鲫鱼。对，然后这里边的黑鱼吧，把它去除干净。那说到今天这鲫鱼的营养，我想问一下王江老师，这个鲫鱼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产后呢好像适合产妇来吃。对。那究竟这鲫鱼有什么样的营养呢？你像这个鲫鱼啊，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一种鱼。那么，尤其是在这种冷风萧萧、寒气逼人的这种秋冬季节呢，恰恰是鲫鱼这个肉质最为肥厚、籽儿最多的时候。你像在我们《本草经书》上就提到这个，就是说竹鱼当中呢，唯独鲫鱼是可以常吃的。可见它这个鲫鱼对人体的滋补作用是非常多的。那鲫鱼呢，它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啊、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，所以对人体有很好的一个滋补作用。尤其是它的蛋白质呢，非常的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所以呢，你像那种产后啊、手术之后啊，或者是患病恢复期呢，多吃点鲫鱼，有很强的这种滋补营养的一个效果。那刚才大嘴也提到了，第二点就是说，哺乳期的妇女经常吃点鲫鱼汤。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有鲫鱼汤下奶的这个说法，所以产妇呢也是多吃点鲫鱼，很好的一个催乳效果。而且这个鲫鱼还有一种美容的功效，就是你像如果你这种精神压力特别大、睡眠不好产生的那种早期的皱纹，这时候吃点这个喝点鲫鱼汤，吃点鲫鱼呢，有很好的一种改善的效果。哇，还能够改善皱纹、防衰老。对。那就是一个天然的保养品。对，那我觉得其实啊，这样的鲫鱼呢，在秋冬季节不只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滋补起来，还对皮肤很好，那一定是很多女士最喜欢的菜品。那怎么能把这鲫鱼吃出新花样来？今天看到没有，搭配这木瓜，我个人觉得就够有花样。木瓜它本身很多女士很喜欢啊，对，因为它含有一种那个，就是说它有丰胸，木瓜酶对丰胸的一个效果。而且呢，这个今天我们用的是木瓜和鲫鱼，这个木瓜呢有一种叫木瓜酵素，它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，帮助这种蛋白质被人体吸收，所以说这两个搭配也很好。再就是呢，这个木瓜我们都知道它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，而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。那如果就是单着生吃木瓜的话，可能胡萝卜素就没有被人体吸收，那它和这种鲫鱼还有鸡汤有了油脂，胡萝卜素也很好的被人体吸收了。就是胡萝卜素它是溶于油的。对，所以这木瓜和鲫鱼还有鸡汤，它们三者在一起是一种相得益彰。那么我们这个鸡呢，在里面也要慢慢的焯着水哈。好嘞，现在将我们焯过水的鸡取出来。哎呦，你看哈。这时候就开始正式的煲汤了。现在吧就开始煲这个鸡。这个焯好水之后，然后再放入我们这个锅中，放进去，来煲一下它。好嘞，在锅中呢来一点底油，咱们要把这个鱼煎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就在想，这个鱼本来也要煲，为什么还要再煎它呢？第一吧，它就是说这个煲起来这个味道比较香一些，比较香。再一个吧，这个煎完了以后煲汤的浓度吧比较更白。哎呦，就是鲫鱼汤一般都是那种举起那个掌中白的感觉，就是奶汤都在于这个煎这个步程。对，这个过程。对。我觉得这也是煎里面要煎那个我们要做出煲出奶汤的一个小窍门。有这汤啊，你真喜欢看那个奶的感觉，而且像那个奶一样的汤呢，给人感觉喝起来也会稠一点。好了，给它煎一下。煎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用什么葱花啊。不用泡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的锅中呢，将我们的鸡放里面，慢慢的煲着，这边将鲫鱼煎一下。
其实那个鸡在煲好了以后呢，我们今天是用它的汤，但是这个鸡肉也不要浪费。有的人认为好像我煲了很长时间，这个营养都在汤里了，鸡肉就很柴，没有营养。广东人就这样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鸡在煲制之后呢，它的肉质会非常的软烂，而且呢，这时候你吃掉以后呢，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的消化吸收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了它的鸡汤，但是呢，这个肉也不要浪费掉，应该把它吃掉。俗话都说这个是冬季夏年，所以说冬天啊吃点鲫鱼啊对身体非常好。哎呦，冬天喝鲫鱼汤，吃点鲫鱼都行。那咱在家里可以换着方来吃。鲫鱼吧，最好的搭档来说哈，就是有豆腐。鲫鱼炖豆腐，这是经典的，很经典的。这一道吧是最佳绝配。但是今天我为了就是说给大家创新一下，所以说这个木瓜吧也是很好，就 OK 了。我们不需要把这个鱼煎熟，只是两面的都成型啊。两个成型。哎呦，很香哎！这个鲫鱼煎完之后呢？对，很香。这个鱼的香味在。我们呢什么时候把这个鲫鱼放进锅中呢？这个鸡汤吧，基本也差不多了。哎呦，这个鲫鱼都煲出来了。哎呦，鲫鱼都煲出来，那个黄黄的鸡油都是经过火力煲才能煲出来的。对，油亮的。的确，那咱们现在就给它放。下一步就是那个先炝一下锅，炝锅的目的就是说这个鱼腥味还有它的香度，就是说再提高一点，提高一点。这个炝锅之后是要把这个鱼再炝一下，会喷一下味道，然后再进鸡汤。葱姜炝锅，炝一下锅吧，就是说它的这个腥味吧会淡一些。还真是哈，你看我以前以为这个鸡汤和鲫鱼呢，可能就是把这个鸡汤煲差不多的时候，把鲫鱼扔进去一起来煲呗。不过你听哈，这煲汤之前这鸡汤飞水、放盐、火候这一系列的技巧都是有学问在的。对，而且每一步不光是从口味上考虑，而且也从它的营养价值考虑到了。没错。下边我们开始放烹鸡汤。哎呦，现在是单独烹这个鸡汤。哇，单独烹鸡汤。你看这个鸡汤吧，煲到好处了以后吧，你看这上面这个鸡油黄黄，上面鸡油黄黄的一小层，黄黄的一小层。如果说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，煲鸡汤最好用火力足一点，能够呢保证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最好了。对。那么这锅鸡汤呢，你不仅能喝，还能干嘛？还能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味道，对，当高汤用。对，能使你各种菜都变得鲜美起来。对。好，接下来将鲫鱼加这个鲫鱼吧。咱们这个鲫鱼放进去之后，咱是要改成小火来煲。这个大火，还是用大火来煲，越大越好。用猛火来煲鲫鱼汤。用猛火煲鲫鱼汤有什么好处啊？水的这个温度与这个里边这个蛋白的一个碰撞，特别的强烈。所以吧，它煲的就是说用大火煲的话吧，它又快。就像我们那个千岛湖鱼头有一个炖的汤，雪白的，那就是说用大火。就是水分子和这个鲫鱼它本身蛋白。有时候北方人煲汤吧，他有时候说用小火煲。那么南方人他不喝汤，他要比北方人会喝。所以说他就是说一般人不知道，就是说用这个小火煨，越煨吧，这个汤吧越清。想要喝这种浓白汤，得用大火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时候将我们的木瓜放进去呢？就是说这个。鲫鱼吧，基本煲10分钟以后，然后这个汤吧看了这个比较稠了，比较白了，然后将木瓜把它放进去。那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将鲫鱼下进锅中，慢慢的煲上10分钟之后，再将木瓜放进去，一会儿看一下煲完之后这汤是否会变颜色。大家瞧哈，这简单的煲上10分钟之后，这汤呢就变成了一个浓白的感觉了。这一刻让我觉得哈，这个真的是大火才能出来的这个好效果。那么现在就要将我们的木瓜放进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放进去。你看我们这个鲫鱼在里面呢，慢慢的也炖着。我现在这时候这个肉已经变得有点软了。不过我们为了要求更好的这个鸡汤的鲜味，我们呢还要再继续的煲它。木瓜放进去，跟着一起来煲。我们这个木瓜在里面，你看它这么亮的颜色。好像凸显的这个汤更白了，而且因为这个它加入进去呢，这个白汤好像有点变得微微发黄，是因为胡萝卜素的关系吗？还是应该是不是？对，木瓜的胡萝卜素。它现在的味道吧，就鲫鱼的味道有木瓜
本身出来的这个木瓜素、胡萝卜素这种味道，把它融合在一起，这个味道。下边我们开始调味，少加一点盐，也不能提前加了。刚才就是说这个也讲了，提前加吧会破坏它的一个营养成分。下边我们出菜。好嘞，来，我们这边一个大碗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鲫鱼煎了鲫鱼以后吧，它不容易碎。你看，哎呦，现在还是整条的，炖了这么长时间了吧，还是整条的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是碎了的话呢，本来是2条鱼，但你找来找去，我的鱼呢？对，都已经在汤中融起来了。你看，完完整整的2条鱼，然后我们再把汤给它浇上。哎呦，真不错。这一锅端上来的时候，首先让你的感觉就是温暖死了。因为你摸在上面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有点微微发烫，但是捧在手心的时候呢，却能非常舒服的感觉。也是一点香菜，赶快一起来尝一尝。来，我觉得鸡的香、鱼的鲜，还有木瓜的甜，都充分融合在这汤里了。这个汤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喝在嘴中的时候，它是浓而不黏，然后喝在嘴中的时候呢，稠而不淡。最主要一点的是，这个木瓜在里面使这个鲫鱼汤的本身鲜的味道呢，加了一点甜美的感觉，所以说喝在嘴中的时候很舒服。我觉得在这个比较秋冬的季节，大家都希望能进补身体，这道汤品菜给您重磅的推荐。不过今天说到鲫鱼呢，马上给您带来的是第2道菜品了。今天说一下名字哈，叫新派果醋煎鱼烹鲫鱼，是用果醋来烹。果醋呢是苹果醋，苹果醋和鲫鱼能产生什么样的好味道呢？广告之后就告诉你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。今天健康新时代教你做的呢是鲫鱼。鲫鱼一般刺比较多，很多人呢甘愿因为麻烦也要吃到这一口鲫鱼的肉，因为鲫鱼的肉真的太好吃了，太鲜美了。刚才这个鸡汤鲫鱼炖木瓜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木瓜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没有这木瓜，这鲫鱼和鸡汤的味呢，感觉不会有这个甜味，而这个甜味呢，会使这道汤品呢有回味。但是马上开始的这道菜呢，是一种新派的吃鲫鱼的方法。新派果醋烹鲫鱼，来，孙厨马上开始操作。首先我们选用这个鲫鱼啊，鳞不能去掉，因为这个鳞吧，它的营养价值吧很高，比鱼肉的价值还要高。因为这个鱼鳞当中除了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无机盐之外呢，它含钙和磷的含量是特别高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我们今天是用的醋烹鲫鱼，这个醋和钙一结合呢，变成醋酸钙，反而有助于钙的一个吸收。这道菜吧，吃起来吧又酥又脆，而且还金黄颜色。哎呦，鱼鳞居然也能吃！对，鱼鳞现在在西方和在日本非常的风靡，因为这个鱼鳞还有这个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对女士的美容啊还非常的有好处。但是一般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我得今天睁大眼睛跟着我们孙厨学一学，怎么能把这鱼鳞也能做出美味来。下边我们腌制一下，腌一下。好，首先放上一点，为了去它的腥味，来点姜，来点姜片，姜片来点儿，腌一下它。对，然后再来一点葱，葱，来大块的葱，然后切成这种大块，好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再加上一定要加黄酒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料酒也可以代替腥味，或者说呢，加一点这个花椒酒都可以，对，再加一点花椒，不是为了花椒改腥味的，加个腥味的，再加少许的盐，来一点，盐一点点就可以，一点点就够了，一点就够了。好，盐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给它抓一下。古时候人吃鱼鳞，只是把这个中医把这个鱼鳞给取下来，然后用温火把鱼鳞熬成冻，浇冻。然后呢，在古时候就是中医可以用这种鱼鳞呢来治疗妇女的崩漏、带下，还有紫癜。所以说这个鱼鳞除了我们说的营养之外呢，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就是说对女性很好了。对，这个鱼吧要腌它10分钟，腌10分钟以后，对，我们就进行入味以后。就开始静止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静静的放它10分钟。那么我们锅中呢，现在准备好油，一会儿我们要用它来炸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们鲫鱼呢，也腌上它10分钟左右。
好嘞，现在呢，我们这10分钟已经将我们的鲫鱼腌的差不多了，锅中的油呢也正烧着。咱们一会儿在炸它的时候呢，是等到这个7、8成热的油温呢，还是说？对，8成热。可是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，这怎么才能辨别是8成热？8成油吧，要凭老厨师这种识别这个鱼的这个烟气啊。冒青烟吧，10成了，10成以上了。那7、8成就是7、8成，表面已经很深邃、很平静的时候。对，很平静的时候。炸鱼的时候吧，一定要越近越好，它不容易烫手。如果越高的话吧，越害怕，越不敢做的话吧，它容易一放吧喷出来。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吧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就是轻轻的放顺着锅边顺着锅边，你看它出就划走了。这个就像拍照一样，离现场越近，越能拍出好照片。对，你那离油。你越怕它越烫你，对，越不烫。对呀。哎呦，大师今天很帅啊，丝毫眼中没有一丝这个畏惧之气啊。你看这个锅中任它翻滚着，对，依旧我们不怕它。对。但我在想，这道鱼我们不需要提前裹一点淀粉之类的吗？不要它。那样的话吧，就是第一个吧，就是说体现不它这个酥脆的香味了。因为它本身这个鳞吧，一个是营养价值来说吧，一个是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。一个吧，就是说它起到刚才说了，起到酥脆的作用。酥脆如果你肉炸酥了以后吧，它就不好吃了，它就糊了。目的就是让它酥一点。对。但我们炸到什么程度？全熟嘛，然后再给它捞出来。对，油温过高的话，这个鱼的颜色发黑，里边的鱼炸不酥，炸不脆。哎呦，那就不好了。发软，就不好了。所以说，你看在炸它的时候，你还需要来回的晃动。对，一面糊锅，对，糊锅，粘锅。大概是多长时间就 OK 了？有这个2、3分钟吧。有2、3分钟，2、3分钟就可以了，就差不多了。那这道菜你看用到的是苹果醋来烹它。对，苹果醋。这个苹果醋对这道菜有什么帮助吗？苹果醋吧，这个一个吧，它就是营养价值吧，应该是比其他的醋营养价值更高。这一个吧，它这道菜吧适合这道菜，因为这个苹果醋吧，这个味道吧没那么酸。对。而且它就柔和一些，酸的、甜甜的跟那个饮料一样。今天我们这也算是一个老菜新做，原来有一个醋烹鲫鱼，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陈醋或者米醋换成了一个苹果醋。对。这就是新派2字的来历，而且口味上也更改善了，对，营养价值上呢也更高了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能加点甜味，因为你想它这个酸甜是苹果醋的特质。我也兑了一个汁，这什么？兑了一个汁吧，这里边稍微有点苹果酱，苹果酱更浓厚，更稠一些。哎呦，这个味道呢更复合一些。这道菜风格上，这个鱼基本炸的差不多了，因为用我的手感觉吧，它比较轻了。嚼起来不那么重了，水分都逼出来了，水分都逼出来了。没错，那相对来说这道菜真的很酥脆，把它捞出来。如果是炸不到时候，是不是这个鱼鳞还是吃起来口感不好？不脆。你看这个，一失水在这个鱼的晃动吧，就感觉出来了，很滑了，不在一块粘了。这一个吧，这个很轻了，里边的水分几乎没有了。这就可以了。对。好嘞，放在一边。放一边吧。这个还要焯一下油，为了更酥更脆啊，油温再高，因为刚才这个温度已经下来了嘛，这温度再高一些吧。就是复炸。这时候还能使这个油本身那个油腻出来一些。对。那你看，一般在家里做这种油炸的菜品的时候，一般选择复炸都会比较好。对。然后我们焯一下油。哎呦。真香啊！你看这复炸的时候，立刻这个香味就飘出来了，这样能使这道菜吃起来是不那么腻。对，这个时间不能查了就糊了，颜色也就深了。你看现在是金黄色，金黄色，很棒啊！而且你听这个大厨在颠的时候呢，也能听到这种刷的这种很脆声的声音。对。好嘞，现在我们复炸结束，接下来我们正式的来烹醋。我们把这个汁啊，就是苹果酱和苹果醋调的汁，再调一下。你看还能看到一些苹果酱的颗粒。可以给它捣一捣，好，这时候油就不需要用了，不用。那这时候我们这个油了以后吧，它这个对于这个汁吧就有影响。那火在什么程度呢？火这个就烧开了行了，靠一下，只要它稠一点就可以。把这个苹果酱吧，把它化开它。这个化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手感有什么变化吗？对它，你看稠度化的基本没有了，而且稠度有了，起泡了，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就直接把鱼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对。这个时间不能查了，查了以后吧，对于这个醋酸吧，它有影响。来回颠2下。
要掉下来。我们这水果，把这个水果为了它，水果彩椒，哎，放进去，这个味道呢也是跟它是一致的。好，这边准备好盘子，准备出锅喽。对，真是新派啊！新派呢，在水果肉蘸上，新派在苹果醋和苹果酱的这个料汁上，而现在我们这个鱼呢，炸的酥酥脆脆。烹上一点醋味呢，使鱼的鲜的味道上又来了一点新的酸酸的感觉，这个又就是甜酸，轻轻一翻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能时间长了，时间长它就不脆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如果是时间长的话，就黏糊，就对，剁了感觉。对。这道菜很家常，只要呢买回来鲫鱼，将里面的黑膜去掉，腌一下，再炸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烹上一点苹果醋和苹果酱的这个汁，对，来点水果就可以了。对，现在我们非常好吃的新派果醋烹鲫鱼已经 OK 了，赶快两位一起尝一尝。大厨，您先来，你先是功臣，来，王静老师一起来尝一尝。超级酥哎，咬它的时候，你的嘴巴里面奏出了一首歌曲，就是那种很欢快的那种音乐的感觉。感觉它那个鱼鳞在嘴里这种爆裂的声音，本身感官上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。而且本以为这个鱼鳞呢，炸完之后呢，吃起来也不容易咬，咬在嘴中，轻轻一咬就破开了。总之呢，就是非常好吃的两道鲫鱼美食。如果说电视机前面呢喜欢吃的话，或者在家里呢好好的试一试。感谢我们的孙大厨做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也要谢谢王静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养生的知识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健康新时代不见不散喽。怎么样？今天的这两道鲫鱼菜肴您学会了吗？鲫鱼汤汤浓味美。特别是鸡汤的加入，使鱼汤的口味、营养都更胜一筹。新派果醋烹鲫鱼，鲫鱼香酥可口，酸甜适口，咬一口下去，满口生香。鲫鱼是冬季再好不过的滋补食材了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动手试试吧！